如果你很想过极简生活，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的话，希望我的建议可以轻松地开启你的极简旅程。嗨，我是D姐，我自称是一名极简主义者。你是极简主义者？我没有那么奇怪啦。实际上，我过极简的生活已经超过8年了。起源是2013年的时候，我离开台湾工作，在3年之内就搬了3个不同的国家。为了让搬家可以更轻松，渐渐的我就开始有意识的只留下我最需要的东西。慢慢的，我也发现极简生活为我带来很多的好处，最大的当然就是有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今天我想要分享5个让你比较无痛开始极简的方法，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吧。在你想买一样东西之前，先等30天。买东西对压力山大的现代人来说，真的是很抒压。但我会建议你先问自己，为什么会想要买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必要不可吗？还是其实有其他的原因？很多时候我发现，我常常把拥有新东西的新鲜感跟幸福快乐联想在一起。结果那些冲动性购物买来的东西，最终对我生活并没有带来实际上的正面影响，反而是过多没用的物品占据家里的空间，还有我打扫或是维护这些东西的时间跟精力。现在呢，我还是会有冲动性购物的时候，但是我会给自己一个原则，就是在买之前先等个30天，给自己一个缓冲的空间。大部分的时候过一阵子，我就会发现没有这个东西，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方便，或是根本我就忘记想要买这个东西的欲望了。跟你讲，这个巧克力球超好吃，每次都会在家里囤个2盒以上，但是家里零食已经很多了，我好想吃哦。记得按下结账按钮之前先暂停一下，让时间来告诉你这个物品对你来说有多重要。这个原则和习惯长期下来真的帮助我省下很多钱，还有很多家里不必要的杂乱。买东西的时候重质不重量。我们花钱租公寓或是买房子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好好的生活，享受空间带来的生活品质，对吧？如果呢，你真的非常需要一个东西，我建议你可以买有品质的，或者是可以带来多种用途的东西。我们最近买了这个木头凳子，我跟我的男友都非常喜欢，因为它跟这个空间很搭，是我们拿来当玄关放置物品的地方。也因为它的原木质感很好，同时也是很棒的装饰品。甚至如果家里访客人多了，也可以拿来当做椅子。尽量买可以一物多用或是可以使用很久的产品，就可以最大化这些物品的价值哦。考虑买更多的体验，而不是买更多的东西。如果你是那种会因为定期买包包或者是衣服觉得特别开心的那种人，那我建议你可以开始尝试多购买体验，比如可以去新的餐厅啊，探索你居住的城市啦，或是跟很久不见的老朋友约出来吃饭。你有来吃过这里的吗？有，我很爱这家。我发现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享受体验的当下，很喜欢认识新的文化，认识不同背景的人，还有不同的观点。跟我过去几年购买的东西相比呢，这些经历跟回忆其实带给我更多的满足感，还有快乐。你应该用最舒服的方式，慢慢的舍弃不需要的东西。我发现在一个比较没有杂物的空间里面，我的思路更清楚，也因为这个好处，我会更有意识地只留下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在家里。一开始我建议先从不是跟家里共同拥有的东西开始，把那些你好几年都不用的、不适合你的，考虑看要不要拿去二手网站卖掉，到慈善机构捐掉，或是分送给你知道可能会有用的朋友。但是记得，你也不需要急着在一夜之间就把东西都清掉。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心急的想要看到结果，就会很快的想要有一个整齐没有杂物的空间。但是如果你丢太快，很可能不小心会把重要的文件或是物品丢掉。我的一个诀窍呢，就是保留一个缓冲的空间或者是一个箱子，把觉得那些想舍弃却又感觉好像还是可以预期自己很快会用到的东西放在一起。这个盒子里面就是放一些有点像断舍离，但是又有一点点犹豫的衣服。
而且可能之后会想穿，所以我会刻意的把这个盒子放在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假装它被丢了。那如果过一阵子之后，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些衣服的存在的话，那就是可以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有意识地留下无可取代的纪念品。带有回忆的纪念品到底该不该丢？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绝对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我觉得除了那些真的无可取代的东西之外呢，可以考虑把一些纪念品数位化，把它拍照或是扫描来保存下来，然后在你准备好的时候再放手。否则呢，就把它们放在同一个箱子里面，每隔一段时间就来看看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不是还是很有价值。我跟你讲，我男友非常贴心，他有写卡片给我的习惯，一年大概会写个5张以上吧。那我其实每一张都想要留，但是后来我扪心自问，我为什么会想把他的这些卡片都保留下来？那其实原因就是我想把他这份贴心保留起来。但是卡片这种东西，除了你刚拿到的时候会特别兴奋之外，其他时间其实都是在这个箱子里面，你只有在搬家或者是整理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翻。那既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住一起了，他的人就是在我的面前了，我怎么会怕感受到他这个贴心呢？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只留下最经典的这几张就好了。这些就是我对初学者的建议，但是我也想让你知道，极简的生活不是说你只可以有40件衣服，或者是只能穿黑白色，或者是家里一定要有白色的沙发。物品不会定义我们的价值，更不会定义我们的人生。我觉得极简生活态度的最基本的原则呢，就是想一想有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然后专注在那些重要的事情上面。当你开始专注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自由，然后呢就会更赞，好吗？好，那今天就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最后一个露耳朵比较可爱，好。